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定位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这个信息泛滥、选择无数的世界里，最难的不是努力，而是被看见。我们拼命往前跑，却常常忽略了一个最残酷的事实：当别人记不住你，你就等于不存在。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商业写作经典《定位》，不是讲营销技巧，而是把你拉到命运的高处，让你看清人与品牌的生存本质上是一场在别人心智中抢位置的战斗。在嘈杂世界里，你的位置在哪里？这本书会给你一个残忍却真实的答案。这本书由爱丽丝·奥瑞斯和杰克·特劳特 Jack Trout 合著，他们不是理论家，而是几十年扎在市场一线的品牌战场老兵。你会看到他们写书不是为了教你成功，而是为了提醒你，世界是吵的，人心是满的，你必须更狠、更准、更早地占据一个点。1972年，他们提出定位理论时，整个行业都当他们是疯子。在那个人人崇拜大而全的年代，他们却喊出不要什么都做，要让别人记住你是唯一。这是对世界的反叛，也是对人性的洞穿。而这本书是他们送给每一个想活得更清晰的人，一盏昏黄却锋利的灯。虽然定位是一本商业书，但你会发现它讲的不是营销，而是人心与命运。让我们用更生活化的方式重新讲述它。1. 世界吵到疯狂，你必须抢占心智高地。书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，定位不是你对产品做什么，而是你在消费者心中做什么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人一天能接收到多少信息？广告、短视频、消息、地铁广播、外卖提醒。就像书中说的，人的大脑已经被信息淹没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你试图解释的越多，人们越听不进去，你越想让别人理解，别人越烦躁。书告诉你，在信息时代，你必须简单、直接、粗暴的让别人一秒想起你。2. 第一个永远比更好的强。定位里有个关键观点，成为第一比成为更好重要的多。比如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叫尼尔·阿姆斯特朗，那你知道第二个是谁吗？你看，你已经忘了。书中用大量案例告诉你，世界不奖励努力，世界奖励第一个。这很残酷，却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现实。你在一个群聊里留言，不是第一个，大概率就被刷掉。你在公司提方案，不是第一个想到点子的人，可能就不是功劳。你追寻梦想，如果不是第一个行动的人，位置可能已经没有了。书一直在提醒你，你要抢的不是机会，是心智中的第一个名额。3. 如果你抢不到第一，就抢一个属于自己的第一。这本书最安慰人的一句话是，如果你无法成为品类第一，就创造一个新的品类，让自己成为第一。书里有个特别经典的例子，7up明知道可乐市场被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碾压，继续竞争只会死，于是他们干脆宣布，我是非可乐第一。没错，避开别人建立的山头，在一片没人争夺的土地上，自己竖一面旗，结果你也知道了，7up成了第一。这就像人生一样，你跟别人比优势，永远比不过那些从小就优秀的人，但你换一个跑道，换一个方式，突然你就成了唯一。4. 世界不会因为你努力就给你一个位置。定位不断强调一个观点，感知大于事实，也就是说，你多优秀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别人记不记得你。书里的一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，佳洁士不是最好的牙膏，却成为房住第一；高露洁不是最强的品牌，却成为清新口气第一。你看到了吗？他们没有试图成为全能牙膏，他们只在心智里占一个字。你再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，你是不是也经常把自己弄得特别累，想让别人觉得你全面、全能、全搞得定？结果呢，别人反而记不住你到底擅长什么。这本书告诉你，在别人心里占一个点，比在自己心里装一座山重要得多。我想请你静下心听一句书里的结论，在竞争里，你输的不是产品，而是心智。
当我们把人生都赌在我做得比别人好上时，其实已经输了。因为世界不是看你做了多少，而是看你最先做了什么，最专注做什么。别人是否记得你做什么，你会突然明白，很多时候你不是不用心，而是你在别人心里没有位置。这句话就像深夜里突然熄掉的灯，让你终于意识到，定位不是策略，是命运的分岔口。如果把定位换一种更文学的表达，其实就一句话：人活一辈子，要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并让别人记住你。一，世界嘈杂，你必须学会减法。你不能什么都做，你要成为一个词，成为一个方向，成为一个别人想起就能立刻描述的存在。当你减少自己，你的力量才会变得清晰。二，不是世界不公平，是世界记性不好。人类的心智是有限的，记不住你，不是针对你，不是讨厌你，只是忘了。所以你要做的是让自己变得足够简单，足够鲜明，足够独一无二。三，人要接受一个真理，你不可能取悦所有人，因为你越想吸引全部，越会失去全部。你要的是一小片心智，而不是整个世界的掌声。四，人生是场选位置的游戏，做自己擅长的，坚持自己真正有优势的，不对抗世界，而是顺着人性走。你不是努力不够，你是位置选错了。你可能会开始想，在这个拥挤的世界里，你想成为别人心中的什么？一个标签，一个故事，一种感觉，还是一个只有你能填满的位置？定位告诉你的是商业，却也在提醒每一个深夜还没睡的你，找到你的位置，你才真正开始活。那么，如果让别人用一个词来记住你，你希望那个词是什么？